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刚工作的那段时间，认识了一个同事姐姐。那时候我苦恼工作、收入、恋爱，为我的事业发展方向发愁，为我还没有出现的人生另一半焦虑。当时她就安慰我说，30岁就好了，相信我。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像玩笑话，或者说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安慰。因为照这样发展下去，30岁只会更早。直到它变成了久远的记忆，我在前行的路上终于抵达了30岁，在恍惚之间想起，觉得是句实话。我28岁那一年确诊了焦虑症，其实在确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状态就不对。身边接二连三的人脱单结婚的时候，我陷入了自己被落后在同龄人之中的焦虑，一边急着相亲，一遍又一遍地向陌生人做着自我介绍，一边又在相亲失败的过程中纠正着自己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要求。是不是这个年纪很难再遇到心动的人？是不是我注定要和差不多的人蹉跎半生？如果一直不结婚，以后到底会不会后悔呢？30岁想来迎刃而解的问题，困住了当时26岁的我自己。标准一降再降，自我被置于现实之后，我在10多次的相亲失败之后，开始怀疑对于自己的认知。而如果26岁只有这一件难题，或许还不至于把我压倒。当身边人到了要么回老家重新找工作，要么在北京买房结婚的阶段，我站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生活卡在2种选择中，不上不下，下不了卷铺盖回家的决心，也没有在这里稳定下来的能力。对生活的质疑，从我到底要在哪里定居，蔓延到35岁的我会在做着什么。关于未来的想象力无限丰富，但却绕不开悲观跟消极。我的日子从偶尔的失眠演变到了打不起精神面对生活，再到后来心慌手抖。等到去了医院，确诊报告拿在手里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那些一遍一遍缠着我的情绪始终没有被消化掉，它们全部留在我的身体里。每个年龄都有困住自己的事情，或许是我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喜欢我，或许是自己没能成为期待中的自己。有的问题很常见，有的问题很小众。人走在自己的生物钟上，心智很难超前成熟。于是我把自己逼在死胡同，我越是想不通，越是不理解，越是觉得痛苦，越要反复纠缠。我以为会在某个晴朗的清晨豁然开朗，但紧绷的精神会在胜利来临之前败下阵来。或许是生了病害怕了，或许是日子不知不觉完善着人生的安排。当我不再和自己较劲的时候，好像生活反而变得顺利了。26岁苦恼于还能不能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，30岁的现在，我和男朋友商量着结婚的细节。他出现在我屡次相亲失败的时候，不再抱着过高的期许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，只是因为是校友就加了微信。故事发生的意料之外，但又情理之中，以至于身边的朋友都问我怎么脱单的时候，我只能用缘分到了来回答他们。
所谓缘分到了，其实就是人生无解的答案。很多你纠结的事情，没有头绪的困惑，在时间的安排之下，要么迎刃而解，要么不值一提。所以得过一场病的我，真的很想跟你说，就算你的生活当下很不如意，也千万不要为难你自己。我现在回头去看当初那些困住自己的事情，我会觉得自己很好笑，怎么会被那么小的事情折磨得那么狠。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综艺的片段，40岁的吴昕和不到30岁的毛不易还有李雪琴聊天，说年轻的时候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活得很累，但到了40岁就觉得不再为外界而活了，让自己满意舒服是最重要的事儿。有一位哲学家叫艾比克泰德，他曾经说，我们小小的躯壳所要经历的历程，不就是时而艰难时而顺利吗？我们既应该谨慎，又应该自信。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，我们要勇敢自信；对于意愿之内的事情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人生就像球赛，美德的关键并不是如何赢得球赛，而是如何把球踢好。我现在非常笃定，人不会被一时的困境打败，时间赋予你的成熟足以化解那些难题，但也明白今年有今年的困惑，明年会有明年的烦恼。人不会因为岁数的增长就少了生活的烦恼，所以想不通的事情就先别想，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先放一放。生活已经很难了，别再出现难题的时候自己再给自己增加负担。祝你开心，开心最重要。